李先生，你要去哪里？我要去找一下威廉夫人。昨天的话题我们还没有谈完。李先生没事吧？你没事？放开我！我看不到，你也看不到吗？地上有东西，为什么不提醒我？真抱歉，李先生。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Get out! Get out! 是的，李先生，你的西装。等等，别装了，你看得见。你在说什么？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拿我的眼睛开玩笑。刚才我为了试探你，故意把蛋糕扔在你面前，而你为了装傻，也故意在蛋糕上摔了一下。但你不知道，我真正的题目是这个。我故意把自己的西装搭在了你西装的上面。如果是盲人，应该会拿最上面的一线，或者至少从最上面的一线开始摸。但你是怎么做的呢？为了早点离开我的视线，准确无误的迅速选出他里子的你自己的那件西装。你是瞒不了我的。How dare you bring a gun to my party? Sir, put down your gun, please. Step back! Step back! 李先生是武天科长的客人，用枪指着李先生，合适吧？不，他是我们的敌人。查理，李先生，不必动怒，先帮我拿一下西服。是李先生。近藤先生，你居然因为我拿对了自己的西装就要杀了我，蛮夷终究是蛮夷，简直可笑。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杀了你？别激动，别激动，我只是想告诉近藤先生，不用眼睛也可以第一时间区分开两套西装。我想在座的所有绅士都能够做到，不过除了你。近藤先生，可以借你的西装一用吗？你干什么？把你的西装给我，我可以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李先生，西装拿到了。在座的所有绅士都知道，
面料和织纹是一套西装的脸面。布料和织纹是一套西装的脸面，无论这个西装的线条是冷峻还是细，都取决于这个布料。高定西装几乎都会以全麻的材料做成，全麻作为中间层，但是我这一套是以羊毛，而我这一套不同，是以羊毛做成，纯手工缝制。上海这一年呢，也就这么几天。上海一整年只有这几天的天气最适合穿，所以我一摸就能够认出我自己的西装。至于你这一套，都没有衬。闭嘴！不要辩解了。刚才你是把西装从我手上直接拿走的，根本没有摸它过程。看来锦藤先生还是很细心的。没错，我确实没有认真的摸，因为我一上手就碰到了这个。哎，老大，我问一下啊，就我刚才我就发。这件西装的脖领上没有花口，很遗憾。Who's this? Japanese? Who allowed the Japanese come in? 出ろ。出ろ。夫人来了。比萨 ，I'm very sorry. But Mr. Takeda want to see you. 李约瑟的密码之所以极其难以破译，是因为他用了一套极其复杂的函数对信息进行加密。即使明文是相同的，但是加密后的密文也是不相同的。所以，仅凭监听到现有的密文信息，根本不足以破译它的密码设计规律。我们管这种模式叫做一次一密。哎，这我知道 ，one time pad。那这么说，得天天算。是啊，一次一密的运算量极大，所以他要培养大量的密码专业人才，输送到各个使用这套密码系统的部队当中。这也是你在帮李约瑟做的事情。しかし、ご安心ください。私はすでに彼が開発した暗号の関数を習得しています。それに鍵となる生産関数も掌握しています。彼がおらずともこの暗号システムを滞りなく運用できると保証いたします。那你让我干啥呀？下次去梅机关上课的时候，告诉武田，你要和他告别。告别？对，你告诉武田，你从英国人那听说你替他设计的密码已经泄露了，因而不想再为日本人工作，并且建议他把这套密码给换掉。完了，大哥，靠嘴聊啊！
那日本人又不是傻子啊，我就叭叭几句，人家就给撤了。你放心，我们也不是傻子呀。我会安排行动，让日本人相信你。でも、もし彼が敵と通じているとしたら、我々の暗号が絶対安全だと言えるか。それは。しかしもし彼が敵の工作員だったとしたら、なぜ我々に新しい暗号システムを提供するのでしょうか。これらの暗号は敵軍の操作からすぐに免れることができ、スーベの戦場は全てうまくいきます。ここ数日間の間で彼の身に一体何が起きたかっていうことを知りたい。ダード・ホイ・ファンデンの彼の部屋を秘密裏に捜索するんだ。絶対に調べた形跡は残すな。それと人を派遣してウェレンゴン川の見張りに当たらせろ。しかしウェリエンゴン川の中へは。確かに君たちじゃイギリス代表部の地盤に入り込んで捜査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はずだ。でもこの私が何とか手を尽くせば君たちを中に入れ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もしれない。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吧。李约瑟教你的这些东西，你是怎么样丝毫不差的记住的？这很难吗？李约瑟教你的学习步骤是什么？哎呀，啥步骤也没有啊！每次他就是给我出道题，然后再把正确的解法告诉我，我背下来就完了。你全都背得下来？哎呀，我不跟你说过吗？我丁一识人善消，记性好。你啥记性？这些的话都是下回你去煤气关上课的题，要有多久？连背带写的话，几个小时吧。啊？这背简单，那主要他妈写麻烦。好，那我们计时开始。全剧终。哎呦，哎，醒醒，下课了，下课了。怎么样，二位？这台大戏还满意吗？我终于知道李约瑟为什么找你了。看来我们是押对宝了。怎么样，陆正远？这回你该为他鞍前马后了吧？写东西以后，别这么。快干什么呀？这得有一个思考的过程，要不这不经琢磨，一看就背出来。哼！哎，知道啥叫天才吗？天才是不需要思考的。你还有少爷哎，顾叔啊，超生剧团的冼小姐来了，在指明要见你。见我？李长 ，I'm very sorry. 哼。But Mr. Takeda want to see you. Miss, I apologize for the trouble. Mr. Lee, Oh, can I help you? no, madam, but I appreciate it. Charlie，李先生，我的衣服。是。
过来。Mr. Davila is waiting for you. Please. 哎，总算你来了，李先生。看见李先生平安，真是太好了。上次你从大都会州的不告而别，我们不知道你来威廉公馆做客了，担心有人要对你不利，我们一直在找你呢。今晚上的事儿，非常抱歉，是我有啥不言。对不起，李先生，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弥补我的错误。哼，我从来不和不尊重我的人对话。纸上谈兵，不成气候。你干啥呀你？你有病啊！你吓我一大跳。盲人的眼睛不能视物，虽然五感中声闻味触的确比别人要敏感一些，但是对于突如其来的偷袭是躲不过去的。所以你刚刚的反应，一下把自己给暴露了。武田从来不会对李约瑟这样的，他不敢。之前不敢，之后他一定敢。啥意思？从李约瑟死的那天算起，他在武田的眼前已经消失3天了。以武田的性格，他一定会起疑，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试探。李先生，我已经替警察向你道歉了，你还是不愿意担心他？嗯？跟我们继续合作吗？ Excuse me, sir. Those Japanese came up with Mr. Williams' guest. Could you stop them before they leave? 我再重复一次，我这个人从来不会和不尊重我的人对话。武田科长，如果你认为你现在这样的做法对我有用的话，我现在还会坐在这里吗？ 讲还是有用的啊！至少李先生现在愿意跟我对话了，啊，是不是？如果武田桑把现在的情形也能当作是对话的话，那我们真的就没有什么可交流的了。谢谢你，武田科长。我想我们之间的合作。 真的应该告一段落了。我明白了。 This is a public accusation. Please hand over Mr. Williams' guests. Get out of the way. Don't worry. Please calm down. We are friends, okay?
李先生，别害怕了。我刚刚已经把金蛋察觉了，一次长期的向你道歉。希望李先生可以重新考虑面试官的合作。我想他是因为他能力不错，在这么多客人面前给大理面提过丢脸了，可别再以日本军人的身份活着了。李先生，我的善意已经表达的很明显了。明天晚上，我将在大都会酒店设宴，暂时向你致歉，开启我们的新的合作。想必李先生不会拒绝吧？おい、行くぞ！はい。明天晚上，大都会酒店，雾田说要设宴。先上车。咦，看什么东西啊？这么出神。傻儿，胆子小，不要笑我啊！哎，你刚不是说有个消息要我带给王主席吗？是什么了？谢小姐有什么事情吗？第一次任务就差点被武田枪毙，这就是你们的计划？谢小姐应该很清楚，今天的事情是个意外。那丁一今天能活着才更是个巧合。谢谢谢小姐的帮忙，但是咱们也有言在先，出了你超生剧团的大门，那么剩下的就是我和丁一之间的事情。所以，你就拿他的命去赌。如果这就是你们的工作计划，还不如让他回老家。那么在谢小姐的工作里，从来就没有赌过吗？谢小姐，
我只能向你保证一件事：如果再有枪口对着他的时候，我还是会挡在他的前面。如果想想没什么事的话，那就先回吧。这么说，这个丁一真的是醉着过去的？对，不省人事。我知道了。明天大都会饭店的行动取消，我是不会同意的。我也不赞成。这个丁一，即便天赋再高，始终没有受过系统性的数学训练，时间一长，肯定会露出破绽。更何况，他骨子里就是一个小混混。完全没有半分情报人员应该具有的素质。今天的事实已经证明了，我们这次行动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我想我刚刚已经向两位解释得很清楚了。今天的行动，丁一完成得很成功，不仅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还间接地让武田杀了一名日军的破译。少爷，你是接受过专业的情报训练的，难道你不知道？情报系统工作原则之一是不能依赖于巧合和运气吗？但是我也要告诉你，今天这件事情再一次证明了他具备一名特工该有的临场应变能力。永山，这个行动开启之前，你答应我什么呀？他说我答应您说，利用武田对李约瑟的信任，然后告诉他这密码泄露了，并把它换掉，这明天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呀。我说的不是这句，啊？我说的是，即使是计划失败了，也不过就是死了一个剧团跑龙套的而已，对咱们来说就没有任何损失。可是你现在呢？现在也不会有任何损失，计划不会失败，人也不会死，而且他不知道您的身份，不知道我的身份，也不知道据点到底在哪儿。即使他被拷问，他能供出什么来呢？可是我告诉你，你现在是以助理的身份在跟他一起行动。他今天醉成这样，他万一有个闪失呢？他把你自己也给搭进去了，到时候我怎么向你父亲交代？杨山，顾司令是我的老上司，对我有知遇之恩，他把你好好的交给我了。你要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真的没法向你父亲交代。这样，老师，我亲自打报告到重庆，这件事情、这些行动的所有后果，我一个人来承担，可以吗？生死不论。如果您要还是不相信的话，等到天亮，我亲自向我父亲说明情况，可以吗？这不用说明，你是你们顾家3代单传，就你一根独苗，你父亲是不会同意你冒这个险的。这就是我和我父亲之间的事情了，老师您就别操心了，好好补袜子吧。嗨，哎呀，年轻人，你是不知道啊，干大事是不拘小节的。哼。丁一，
咋的？害怕我跑了？老板，再来2碗面。哎，好嘞。我这辈子都没像昨天晚上那么害怕过，吓得我直尿裤子。你知道我昨天晚上最后悔的是啥吗？我真应该把你端给我那碗阳春面给吃了，就算死，我也得做个包死鬼。天底下再大的事儿，都没吃饭着呢。面来喽。哦，你尝尝，指定比你给我安排那大蜗牛好吃。我咋发现，一遇上你就没好事儿？你这么看着我干啥？我又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娘。哎，这是你家？来，帮我扶一下。哥哥，是不是开花的时候你就回来了？
村儿长，时间不早了，要出发了吧？时间还早着呢，着什么急？泰州离这路程挺远的，开车最快的话也得大半天呢。曹站长您，还是说从头到尾你就没打算要去？不是，你干啥玩意儿？你进来就给我敲个门，你吓我一大跳！你该起来了，少爷在上面等着呢。啊，行行行，你再给我5分钟啊！没规矩，偷看人家细节。看到这些灯光亲切吗？又回到你熟悉的地方了，啊！哎，别过来，别过来，你别过来！撤吧你！你别过来，转过去，转过去，解绳子。对面就是朝圣剧团。那啥也看不见啊！想必你也知道我的用意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讨价还价的机会。说吧，想要多少钱？1根，2根。5根小黄鱼，怎么样？丁一只是一个演员，他对情报工作根本没有一点经验。我们不能让一个无辜的人卷到这么危险的事情里边来。顾晓生太异想天开了。我有个办法，我去找威廉董事。怎么样？这样，我再给你加1枚，10根。之前让你负责对英情报工作，你做得很出色。威廉董事就要卸任了，可以说，你的工作已经圆满完成。我答应过你，这里的工作一结束，我就会送你去延安。这套密码既然这么重要，那我留下，策应丁一。这样，目前的突发情况，我要先向组织汇报，有点耐心，等我消息。我实在不放心军统做事，苏北军民和丁一都应该活下去。不，我10根也不干，钱给的越多，死的越快。我怕我有命挣没命花，我不干。我选这么个地方，看来他还是不太信任这个小替身啊。盘算着万一他识破被俘，也没有机会供出咱们的据点啊。谁说你一定会死？再说10根小黄鱼，是很多人都不敢想的天价。光是细节上严谨有什么用啊？就算蒋委员长来了，我也不干。哼，真是个异想天开的大公子。杨开，看样子他还没被你说服呢。老师，您怎么来了？就他呀，难堪大任吧？老师，上级吧。领导，
领导，你可算来了，领导，你可得给我做主。你说他一个锄奸队的，您就让他好好锄奸不就完了吗？干啥要揪着我们小老百姓不放呢？这是干啥呢？不信你们问他，我才救了他的命啊！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涌泉啊，老师，他可当，他现在直接给我绑了，刚才还要拿10根小黄鱼去逼着我送死，这不就是恩将仇报吗？我哪有那个本事啊？我从小到大就是胆小，就这么大点的小狗，它瞪我一眼，我都能吓得尿裤子，更别说日本人了。你说到时候我要是在日本人面前露了馅，那可咋办呀？都不用什么辣椒水，也不用老虎灯，只需要2个嘴巴子，我就能把你们所有人全都给晾了。所以说，我真的就是个废物，我啥也干不了。麻烦你们能不能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呀？我们家就我一根独苗，我娘还在老家等着我回去给她养老呢。说完了。20根啊！老师，他是个演员，6个小时，您给我6个小时，我来说服他。还要6个小时？苏北战场分秒必争，你还想要多少条人命来给你填？给你16个小时，你都破不出来。既然破不出来的话，为什么不让我试试？如果从大街上找来一个小混混就能完成任务的话，那党国花大价钱来培养我们这一群情报专员，就纯属浪费。那现在呢？破出来了吗？有办法吗？好，如果他能完成任务，我罗汉任你驱使，鞍前马后，绝无怨言。行，这是你说的，我记住了。曹站长，深呼吸，深呼吸。李约瑟的密码，即使是咱们恢复了大攻略的电台搜集情报，短时间内你有几成把握把它破译了？不足1成。如果破译不出来呢？苏北战场节节失利，你觉得上面会不会问责下来啊？这就对了。我告诉你啊，你有所不知，他们顾家呀，在沪江一带是望族，当年委员长都受过他们家的恩惠。你就让他去折腾去，到时候要是任务失败了，有他顶在咱们前面，委员长也不会把咱们上海站怎么着。你就是这样当站长？真是年轻啊！到我这岁数你就知道了，在官场上做人比做事儿重要。是。顾先生，不好意思，今天这台演出到此结束了。
真的没有用的。我告诉你，劝我也没用。你也甭给我来那个恩威并施的那一套，在我这儿不好使，知道吧？你别说6个小时了，6天、6个月、6年也没戏。小爷我一直就是这副臭德行，哎，所以我觉得你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踏踏实实的给我送回去，观众们还等着我上台呢。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听说你是东北人，9·18事变之后来的上海。对呀，咋了？我娘9死1生，才带我一块儿逃出来的。所以说，我要是在你这儿丢了性命，我得多对不起他老人家。9·18事变之后，你能从东北逃到上海，但是现在东北、华北已经沦陷，华中一带陷入苦战，上海已陷入泥潭，租界已经成为孤岛了。可能用不了几天，日本人就打进这租界来。到时候你往哪儿逃啊？哎，你打住！你别跟我聊这些。你真以为我们小老百姓大字不识几个就啥都不懂啊？9·18我们为啥跑？还不是因为东北军那些官员放弃抵抗了，哦，拿我们老百姓去堵枪眼。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命大，我们根本活不到现在。哎，现在不也一样吗？日本人来了，枪一响，蒋委员长呢？人去哪儿了？跑了，没影儿了，躲到重庆去了。咋的？还想让我们小老百姓去给他打枪眼啊？我告诉你，我算是看明白了，这官儿越大，跑得越快。你说的没错，但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的话，那就离国破家亡不远了。哼，你别给我扣帽子，我们就是老百姓，那打仗跟我们有啥关系？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8000人的联军，不费吹灰之力，攻下了有10数万守军的北京城。除了当局者不作为、软弱无能之外，还因为有人给他们引了路，打开了城门。日本人现在入侵南京，杀我同胞30万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而你却还想当那个领头开城门的人。我咋领头了？我啥时候开门了？你别血口喷人啊！你替李约瑟教会了日本人，就是替他们打开了城门。你将刀刃对向了自己的同胞，你还说没有？我没有，我就是个老百姓，我是个演员而已，我就是他妈跑龙套的。我挣点钱怎么了？我想吃饱饭，我得活着，我有错吗？现在我娘还在老家等着我回白马湖给她养老呢。但是苏北战场上的中国百姓，因为你替李约瑟教的密码而流血身亡，这样你也无动于衷吗？你清高，你厉害，你多厉害啊！像你们这种出身的人，衣食无忧，当然可以忧国忧民了。我们呢？我们可以吗？你如果像我们一样，天天地里刨食，泥巴里打滚，活都活不下去，你就不会这么想了。丁一，你说的没错，我就是你口中衣食无忧、锦衣玉食的人。我的父亲就是重庆卫戍区的副司令，他是可以跟委员长坐在一起喝茶看戏的人。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我啥都没听见，我不想被灭口。我想和你说的是，我们的确没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顾家呢，有一句家训，我从小父亲就教给我，想知道是什么吗？精忠报国。是身先士卒。所以丁一，无论以后碰到什么样的麻烦与危险，我顾阳山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先看看吧，回头再做决定。谁没家训啊？老子也要家训。36计，走为上。让我们在悠扬的旋律中，继续着令人沉醉的夜晚。近日日军在苏北、皖北的攻势猛烈，三路大军即将包围白马湖，白马湖乡民正在动员武装反抗。白马湖，现在我娘还在老家等着我回白马湖给她养老呢。重新打轰炸。上打会战。
就是老百姓，那打仗跟我们有啥关系？你替李约瑟教会了日本人，就是替他们打开了城门。白马湖高级。白马湖高级，不能让日本人过去。关阳山，关阳山，我求你了，你开门，我要回白马湖，求你了，关阳山，开门。怎么了？关阳山，你告诉我，白马湖现在啥情况？现在怎么样？以现在的形势，白马湖撑不过72小时。咋办？对了，你爹不是啥司令吗？你赶快让他派兵去保护白马湖，去保护你啊！啊！算了，我就知道你靠不住，我自己回去救我娘。你别拦我啊！我也想救白马湖，我也想救你娘，但我有什么办法？日军现在就在白马湖，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们的作战计划，就算援军去了，也是白白送死。你一个人回去能怎么样呢？你一个人回去连进都进不去。那咋办？那我不能不管我娘啊！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换掉敌人的战训密码，这样才有可能了解到敌人的作战计划，才能够扭转局面，你才能够救你娘。但是很遗憾，我们就只有3天时间，就3天。所以这就是你找我的原因。少爷，一天没吃东西了，这是你最爱吃的阳春面，您亲手做的。爷爷，如果你执意要走，我也不拦你。但是走之前，把这碗面吃了，别饿着肚子。尝尝吧，顾叔做的阳春面和别人做的不一样。来，我李约瑟从来不吃这种东西。李约瑟善意，武田也是围棋高手。我代替李约瑟第一次去见武田之前，李约瑟曾经教了我快1个月的围棋，加上我之前常和人赌棋的底子，才堪堪和武田下个平手。白80，天元。白23冲13断。白1吃13再扑。哎呀，你这是要倒脱靴啊？其实吧，要真的是武田的话，在我刚刚开始布局的时候，他就能看出来。杨山，你找了一个好帮手啊！行了，你们继续，我还有个会，先走了。你们聊着。老师慢走。哎，摩斯马，又称摩尔斯电码。打扰一下啊，就这些李约瑟之前都教给过我，要不咱直接上点难度呗？好，那咱们直奔主题，讲讲传递的方式。组织上认为，破译李约瑟密码对抗战大局有利，
所以同意你从旁策应，协助丁一行动，保护他的安全。但是，切记不能暴露。明白。假如说我要将这条指令传给百里之外的部队，我们加密的方式依旧是用传统的密码本，那么加密员就要对照着密码本，将这一条指令中的每一个汉字加密成4个为一组的阿拉伯数字，然后发报员会用摩斯码通过无线电将这条加密后的指令传递给百里之外的收报员，收报员会在纸上记录，然后收报员会将记录的这8组加密后的数字交给译电员，译电员再对照密码本，将这串加密后的数字进行解密，翻译成汉字，最终把指令交到他们的指挥官手上。那照你这么说，直接把那密码本给偷过来不就？我也想把敌方的密码本给偷过来呀，可是你不知道，这个密码本是比生命还重要的情报，所以不是说我们想得到就能得到的。但是加密方式是相同的，所以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我们通过比对密文还有现有的情报，找出规律，进而破译。所以，只要搜集到供比照的样本足够多，就有希望进行破译。是啊，所以说呀，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密码本，除非对应消息的那组数字，它不固定。哎，看来你比我想象中的聪明得多呀。